2026年3月19日的凌晨，网络的舆论场彻底沸腾了，铺天盖地的消息都在疯狂刷屏。美军不可一世的 F-35隐身战机在中东被击落了，那些反美的阵营犹如抓住救命稻草一般，陷入了一场狂欢。他们高声宣告，这架造价上亿美元的隐身神话终于被彻底戳破。我们拿伊朗官方发布的视频来说话，在没有权威媒体辟谣的情况下，就先以这个视频为依据。火力军对这个真视频有一些其他的疑问。既然伊朗的防空系统锁定了 F-35，甚至导弹已经飞到了脸上， F-35就算再厉害也不能直接消失吧。如果战果真的像伊朗鼓吹的那样，是一场击毁一架 F-35的伟大胜利，那么在画面命中之后，这架战机变成碎片，或者冒着浓烟坠毁的绝望画面，不是更有视觉张力吗？不是更能向全世界证明伊朗防空体系的强大吗？但这些都没有，为什么视频截止在命中的瞬间？今天火力军带你进行深度复盘，看看视频之外的第7秒到底发生了什么。要看懂这场震惊全球的击落神话到底有多么荒谬，我们必须先回到3月19日的凌晨的中东夜空，抛开那些煽动情绪的虚假战报，用纯粹的军事工程逻辑，看看那架 F-35到底经历了什么。首先，火力军必须向大家澄清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当晚在整个中东战区，没有任何一部地空搜索雷达成功锁定了这架 F-35，即便中东的战火已经烧透了半边天，它的雷达特征依然无限趋近于零。在电磁层面上，它依旧是这片空域绝对的统治者，但是 F-35也确实被击中了。听到这儿，很多人肯定要疑惑了，既然雷达是个瞎子，那对手是怎么打中 F-35的？是因为没有有效的防御红外防空导弹的手段吗？确实 F-35拿红外锁定没有办法，但是它搭载的 F-135涡扇发动机配备了目前地表最顶尖的红外抑制系统与热管理架构，只要战机维持在3万英尺的标准巡航高度，它散发的热辐射会被高空冷空气与涵道设计迅速剥离打散。在对手的红外探测器屏幕上，它的热信号微弱的不如一只飞鸟，想在远距离用红外导弹完成锁定，在当前的物理学框架下根本无法实现。那么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说这是 F-35被击毁，隐身功能失效，美军神话未破，谣言。还有人说这是美军故意的，为了测试伊朗导弹参数和雷达波频，谣言。这些全部是一厢情愿，前者是无脑吹，后者是别有用心的反串。美方未否认 F-35的实力，美中央司令部称确实存在迫降，但绝不是伊朗所说的受损严重。火力军基于现代空战的战术推演和相关的情报分析，得出了一个最符合战场逻辑的结论。这是一次建立在美军拥有绝对制空权之上的战术脱弹与致命的低空错觉。说白了就是飞行员这波装了。在过去的这大半个月里，美军的隐身战机在中东执行任务，早已摧毁了对手成体系的防空雷达网。当高威胁的地空导弹阵地被接连拔除，这片空域的安全阈值被美军单方面拉到了顶峰。然而，这种单向透明的火力压制往往会给飞行员带来一种致命的心理松懈和对伊朗方面的间接保护。为什么说对伊朗是一种保护？你想想，天空中能飞的全被美军击毁了，伊朗的所有导弹不需要分辨敌友，只要还在飞，那肯定就是美军的。这大大降低了伊朗的防空识别难度。然后是最重要的，在执行某些需要高精度光学确认或者近距离空中支援的任务时，这名 F-35飞行员做出一个违背第5代战机生存法则的决定。他主动脱离了3万英尺的绝对安全包线，将飞行高度下探到了环境极其复杂的战术低空。大家都知道，物理法则是公平的。当战机降入稠密的大气层，脱离了高空的冷空气庇护，发动机为了维持推力，其红外特征会不可避免地呈现几何级数的放大。这就好比一个穿着顶级吉利服的狙击手，为了看清目标，非要站起身来，走到敌人的战壕边缘去观察。当这架 F-35毫无防备地进入低空空域，这不仅主动拉平了装备的代差，更直接走进了对手被动防空网。一枚处于静默待命状态的防空弹头，在近距离捕捉到了瞬间放大的尾焰热辐射，随即升空引爆，横飞的破片就这样撕开了这架5代机的隐身蒙皮。这确实是美军飞行员的一次战术失误，一次因为过度自信而付出的实战学费。但对于陷入绝境的对手而言，这无疑是久旱逢甘霖。他们如获至宝，恨不得拿着这几块擦破的隐身涂层，在全世界面前开足了3天3夜的香槟，将一次基于对手操作失误的低空偶发战果包装成了击溃美军防线、破解隐身神话的伟大技术胜利。那么回到视频开头的问题，展现伊朗防空无敌的6秒视频为什么没有后续了？在现代航空工业的常识里，一架战机的精密程度是随着代际的更迭呈指数级上升的，
而作为第5代隐身战机的标杆 F-35更是将这种精密推向了现代物理学和材料学允许的极限。它早就不再是一堆铆钉和铝合金的简单拼凑，而是一台长着翅膀的超级计算机。为了追求极致的隐身外形与气动收益， F-35的内部空间被压榨到了令人窒息的程度。在它那层平滑的复合材料蒙皮之下，极其致密地塞满了高压液压管线、错综复杂的航空电子模块、高灵敏度的传感器单元，以及像人类神经一样贯穿全身的数字电传飞控线缆。它的机体内部就像是一块结构精密到极点的瑞士机械表，每一个齿轮、每一根线路都维持着一种微妙而苛刻的动态平衡。然而，越是精密的东西，往往意味着对物理破坏的容忍度越低。在传统的航空动力学认知中，这种内部结构高度整合的精密战机，一旦在空中遭遇物理损伤，后果往往是灾难性的。当一枚防空巡飞弹在机体附近引爆，其战斗部释放出的高速无钢破片会像无序的手术刀一样瞬间切开机身。哪怕只是边缘破片的建设，只要切断了某根关键的气动控制线缆，或者破坏了一小块机翼的升力面，整架飞机原有的气动平衡就会在一瞬间彻底崩塌。对于传统的3代或4代机而言，一旦遭遇这种级别的翼面受损，失去对称升力的机体会立刻陷入剧烈的翻滚，甚至直接进入无可挽回的尾旋坠落。在这种气动崩溃的状态下，人类的神经反应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补救。飞行员唯一的生还希望就是赶在巨大的过载将机体撕碎之前，立刻拉动弹射座椅的拉环，弃机逃生。那晚在中东的低空，那枚盲射的巡飞弹确实做到了这一点。破片不可避免地刮蹭到了这架 F-35，撕开了隐身涂层，切断了部分的机械结构。在那被视频掩盖的第7秒钟，驾驶舱内刺耳的故障警报必然在瞬间响起，多项传感器亮起红灯。按照常理，也是对手最期待的画面，这架战机应该在下一秒解体，或者拖着浓烟坠向干涸的沙漠。但违背传统直觉的一幕出现了，这架战机没有发生气动失控，没有陷入死亡螺旋，它甚至没有出现大幅度的偏航。将它从失速坠毁的悬崖边硬生生拉回来的，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运气，而是美军深耕了半个多世纪的底层核心技术——全数字电传飞控系统与损伤容错架构。当破片破坏了部分气动翼面，导致一次升力骤减的几十毫秒内， F-35内部的飞控主脑瞬间接管了机体的物理残缺。这台算力惊人的战机大脑并未因为部分传感器的失联而宕机，相反，它体内那千万行的飞行控制代码开始进行极高频的动态重构。系统算法精准评估了机翼受损所带来的气动力矩变化，左侧机翼受损导致滚转力矩失衡，飞控主脑立刻越过飞行员，自动调整右侧平尾和方向舵的偏转角度，产生反向力矩进行强制对冲。主液压回路出现漏压，备用的电压作动器在1/1000秒内无缝介入，死死维持住剩余一面的控制响应。在这个惊心动魄的自救过程中，那位原本因为执行战术测试而陷入险境的飞行员需要做什么神乎其技的极限微操吗？答案是完全不需要。面对这种级别的结构破损，人类的反应速度根本跟不上气动崩塌的速度，它只需死死握住操纵杆，维持返航的航向。飞控系统会自动过滤掉所有因为机体破损带来的致命偏航倾向。最终，这架带着战损的钢铁机器依托底层代码的强行托举，跨越了漫长的交战空域，平稳降落在了美军基地的跑道上。伊朗倾尽了残存的防空资源，靠着概率学盲目发射，好不容易在低空刮蹭到了美军的战机，以为终于用一把生锈的匕首刺穿了隐身战机的心脏，结果对方的战机凭借冰冷的飞控代码和系统冗余，硬是自己飞回了机库。这就是视频那6秒后的故事。这种经过包装的事实真相，在这场战争中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因为如果我们把视野从这起偶然的物理剐蹭中抽离，去俯瞰过去大半个月里中东战区的全景战报，你会看到一张由海量数据编织而成、单向透明的屠杀大网。从2026年2月底冲突爆发以来，部分舆论还在用上世纪的思维质疑隐身战机的实战效能，认为它们过于娇贵，不敢深入高烈度战区。但真实的战况粉碎了这种现行的认知。在这场防空压制作战中， F-35根本不是单纯的轰炸载具，它是美军整个作战体系中超级战术节点。在这片密布低空导弹的空域， F-35机队如同无声的电磁手术刀，正在系统性的剥离切割对手的防空网络。隐身战机的作用不仅是悄悄飞越防线扔下2枚制导炸弹，那根本不是第5代战机的核心设计逻辑。 F-35在中东夜空最致命的武器不是弹舱里的对地炸弹，而是它内部融合了每秒1万次浮点运算能力的传感器枢纽，凭借棘手的 APG-81 有源相控阵雷达以及基辅的 EOTS 光电瞄准系统，
它能在敌方防空火力圈的边缘保持绝对安全的防区外巡航，同时将地面上那些深度伪装的导弹发射车、预警雷达，甚至是保持静默的地下指挥所进行极其精准的电磁特征抓取与三维坐标解析。接下来的猎杀展现了现代体系作战的冰冷残酷。F-35往往不需要亲自下场投弹，它通过美军独步全球的 MADL， 将解析完毕的目标数据包以毫秒级的速度实时分发给后方的火力单元。这些接收数据的可能是游弋在地中海的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也可能是几百公里外高空待命的 BAB 战略轰炸机群。对手的防空兵躲在钢筋混凝土的掩体里，手指僵硬地停留在雷达开机键上。一旦他们为了搜索美军战机而启动雷达，等待他们的不是 F-35 的机影，而是顺着电磁波轨迹从数百公里外倾泻而下的战斧巡航导弹。防空雷达在开机的瞬间便遭遇反辐射打击，核心指挥所在钻地弹的侵撤下化为废墟。这就是中东夜空最真实的战争素描，没有势均力敌的战术博弈，没有传统意义上的空中缠斗，只有基于算力碾压和信息垄断的单向透明猎杀。对手在美军这种多维度的体系压制下，雷达网被切割，指挥链被熔断，他们只能依靠发射毫无制导能力的低空巡飞弹进行绝望的火力覆盖。在一场底裤都被扒光的单向碾压局里，靠着盲射飞弹获取的一点蒙皮擦伤，根本无法逆转制空权彻底丧失的战略死局。这不是推测，也不是演练，这就是真实发生在中东的事情，也是伊朗的政府官员咬着牙认下来的事实。但是伊朗的士兵不知道吗？伊朗的百姓不知道吗？如果真实的战报发给民众，发给士兵，在这一场实力不允许、国际法站不住脚的战争里，这会不会引起一场舆论的海啸，甚至是军队的兵变？这就是伊朗政府想要起到的作用，用虚假和夸大的战报维持病危的统治。但建立在谎言下的胜利又能维持多久呢？当这架带有破片划痕的 F-35 凭借着底层飞控代码的强行托举，平稳降落在美军基地的跑道上时，那些正在为击穿隐身神话而弹冠相庆的对手根本没有意识到一个冰冷的现实。这不仅不是美军体系崩溃的开始，反而是彻底收紧绞索的倒计时。在过去的半个多月里，美军隐身机队在中东的夜空如入无人之境，把高烈度的战场当成了单方面碾压的游乐场。这种毫无压力的输出环境催生了致命的轻敌与松懈，违规降低飞行高度，脱离标准的高空作战包线，最终让这位傲慢的飞行员为自己的战术纪律涣散交了学费。但对于那些拿着残破蒙皮疯狂自嗨的对手来说，这场因为敌人失误而捡来的战果将是他们此生仅有的最后一次机会。因为这起基于松懈导致的剐蹭不仅没有伤及美军体系的筋骨，反而像一盆冰水，彻底浇灭了美军隐身机队里最后一丝轻敌的念头。前线指挥部将下达最严苛的交战纪律，那些把实战当成儿戏的飞行员将被彻底剥夺低空游走的机会。所有的 F-35 中队必须重新拉起机头，严格回到3万英尺以上的绝对安全空域。在这个冰冷的高维维度，那些在低空漫无目的游荡的廉价巡飞弹和单兵防空火力，连 F-35 涡扇发动机的尾气都无法触及。最后一次依靠敌人失误，靠着概率末奖的机会彻底断绝。当满级的大号收起轻敌的心态，开始严格按照战术教范执行绝对肃清，中东这场闹剧还会持续多久？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你觉得满血版的美军还需要多久能够结束这场战争呢？我是火力军，我们下期再见。